这是前苏联的里海怪物，而这是我们复刻出来的小比例模型。它的原型机目前正搁浅在俄罗斯达吉斯坦的沙滩上。当年它的发现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，背着6枚反舰导弹，在雷达盲区超低空飞行，打击美国的航母战斗群。所以我们决定复刻一下它的小比例模型，还原一下当年惊艳的飞行姿态以及反舰导弹发射的壮观场面。刚好我们最近在研究地效飞行器，也尝试一下这种气动外形的设计与制作。动力方面并没有1:1还原，原型机用的是8台涡轮喷气发动机，这对于小航模来说有点太夸张了。我们采用的是4台64毫米航道为动力，总推力可以达到6600克，而且全部动力加装矢量喷口，用于起飞阶段改变气流的方向，增加升力。机翼后缘采用全段舵面副翼襟翼混合控制，巨大的垂尾用来提供航向安定性，平尾安装在最高的位置，远离地面乱流区域，提供俯仰安定性。整机大概就是这个效果，再安装几个反舰导弹发射架，增加一些威慑性。整体机长达到了2米，抱起来比人都更高，就是这个机翼略显短小，只有1.2米。对于地效飞行器来说，这完全足够用了。为了保证外观曲面细节，这次整机全部采用3D 打印完成。手工制作想要达到这种曲面效果还是特别困难的。里海怪物怎么说也还是一台飞行器，对于重量还是比较敏感的。相同的零件使用 ASA8 号材料，相比 PLA 重量可以减轻 60% 甚至更多。3D 打印还有一个优势，可以快速迭代。前面一台验证机使用普通 PLA 材料，重量严重超标，动力配置也不协调，修改图纸更换打印材料，问题马上就解决了。这些就是全部打印好的机体材料。作为一架尺寸2米的飞行器，完全使用 3D 打印强度还是差一点的。机翼内部需要碳纤维管额外加强，机体外表面容易磕碰，也需要玻纤布额外加强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可以防止漏水，不然没起飞就成了。全部准备好就可以开始组装制作。
5.55。现在推重比测试，你直接把油门给满。走，走。应该有，那推重比应该也挺高，它是往下掉，但推重比应该有0.7、0.8。现在试一下它的吃水，我还不知道它吃水在什么位置。走，诶，还可以。这个吃水比里海怪物的原型机更浅，就是不知道专业打印的会不会进水。浮力还可以。经过简单的检查步骤，然后就是紧张刺激的试飞环节。我们总共进行了3天的测试，也是事故频发。第1天，船舱进水，导致电子设备短路失控，钻机水面连在了河中间，而且一间小翼还断了。修复好之后继续测试，后面航线跑偏，冲滩钻机桨板，机头直接钻出一个大窟窿。好在主体没有损伤，使用矿泉水瓶临时修复了一下，并不影响飞行，就是不太美观了。哎 ，OK。顶上盖子。最后第3天下午彻底玩嗨了，整了一个波囊拉杆，机翼失速倒扣在了水里，彻底报废。喂，哦，没得玩了，快点救援救援！那么就看一下我们3天测试下来拍摄到的精彩画面。现在是差不多第9次下水测试了。准备，点火！喂！哦，没得玩了，快点救援救援！好了，没得玩了。这个垂尾全部断裂，这种修还不好修哦，里面结构都断了。这台里海怪物是我第1次尝试使用3D 打印制作水上飞行器，反水处理做得特别失败，可以说是毫无作用。每次返航回来，舱内的水量都可以养鱼，渗水特别严重。然后就是气动外形问题，和我最初预料的一样，没有飞控系统真的很难搞。油门小一点，机体和翼尖并不能完全脱离水面，油门高一点，它就直接爬升一飞冲天，完全当自己是飞机了，很难稳定的保持地面效应飞行。窜天猴模拟的巡航导弹也缺少一点感觉，下次得用模型火箭发动机来改装，才能模拟出巡航导弹发射的视觉效果，尺寸也更加合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次复刻前苏联里海怪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支持，你的支持是我氪金最大动力。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